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走进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好了，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节目的我们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，欢迎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青年作家文静儿，让我们一起用心爱人，有趣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曹鹤阳，情感生活遇烦恼，打开电视看爱宝。大家好，我是珊娜。我所有的秒回不是因为我很闲，是因为你很重要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唐米娜，祝大家相爱容易，相处不难。大家好，我是曲伟。如果说热恋啊，像是在雕刻完美的瓷器，那过日子呢，就是用粗陶盛着烟火气。那接下来呢，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两组嘉宾登场，欢迎他们。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，印先生22岁，来自四川无业；曾女士22岁，来自四川学生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？你最希望对方做出什么改变？我希望他能上进一点，出去找个班上，不要每天都待在家里打游戏。我对他还是有感情的，我希望我还是能给他一个未来。面对父母的反对，你们的想法是？他要是一直这样的话，我肯定会听我爸妈的意见，不会跟他结婚的。我希望他就听从一下我妈妈的意见，就在郊区买房，不要让我在中间为难。女生的意思说，她要不做出改变的话，你就听爸妈的意见，不和他结婚。你这么着急要结婚了吗？对，因为我想先成家再立业。男生也是要结婚的吗？对。哦，那现在是奔向婚姻的路上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是吗？对，是的。哦，你们两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谈的恋爱呀？我们是朋友聚会上认识的，到现在谈了2年多了。2年不应该还是属于那个比较亲密和腻乎的时间，怎么谈到我们爱宝的舞台上来了？因为我特别讨厌他打游戏，他从开始的时候打游戏打到现在毕业了1年多了，没去找工作，还在打游戏，天天在家里面。你就每天在家打游戏啊？对，什么事儿都不做。手机游戏还是电脑游戏？都玩。都玩。不找工作呀？他找了，但是没有找到就是合适的。他根本就不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很离谱。他之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班上，人家让他剪个视频，他跑到工位上去用人家老板的电脑玩游戏。本来我在工位上我没有事情做的时候，我当时想的是我玩一下也不会怎么样啊。那要不然的话，你怎么会被辞退呢？但老板看我不顺眼呗。你现在有没有回过味儿来，就是觉得自己当时做的有不妥的地方？现在我想的话，当时肯定是有问题的，因为毕竟是在工作时间嘛。那你这个游戏是玩到什么程度？就是没白天没黑夜的玩吗？差不多吧。那你对未来有啥规划吗？那你不能一直这么玩下去啊。我感觉他其实根本就没有想过我们两个之间的未来。就是他现在这个状态，你还想跟他结婚呀？我就是因为这个事情，我爸妈也特别不满意嘛。因为他现在住在我家里面，就跟我哪？不好意思，双方你父母已经见了？没有，就是你们家已经见完了？对。然后他住在你们家？对，现在是。跟你爸妈住在一起吗？每天在你们家打游戏？对。你爸妈没给他轰出去啊？住多久了？快1年了。其实我爸妈对他要求已经很低了，就希望他去找个工作啥的，然后养活自己嘛。结果他男生怎么想的？觉得这就是我们家，是不是？也不算是吧。就是最开始我还是会去找工作嘛，后面发现就又一直打游戏，之后就比较上瘾，就没有去工作。不是，那你在别人家里，你怎么好意思住下来的呀？对呀，别人爸妈也会给你眼色，你女朋友也会给你脸色，你为什么不走啊？因为在他家打游戏的时候，基本上我是不出门的。你不出门也是在他们家不出门啊？不是，他的意思是，他爸妈不知道他们的脸色。对，在房间不出来。对。那所以吃饭的时候呢？错峰。对，就是好，其实就是这个用词我爸妈吃完饭了之后，他才出去吃。真的，姑娘，我见过有女孩因为父母反对，所以在自己卧室养猫，养了好多年，爸妈都不知道的。但你这养男友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他在我们家附近找了一个工作，然后他家离我家比较远，然后我就说你来我家住，然后通勤也比较方便。结果他没做多久就被辞退了。你的爸妈什么意见啊？我爸妈也天天也在说让我们出去。你住在女生的父母家，男生你爸妈知道吗？
我爸妈知道。他们说什么了？他们最开始会说我，就让我去找工作，然后后面我跟我爸妈就是关系也不太好吧，后面也没有怎么说我了就。你跟你爸妈说了吗？你要打算跟这个女生结婚？说过。你爸妈什么态度？就是他们觉得嘛，如果你想结，你就结呗，然后他肯定还是会让我去找工作嘛，然后我也只是口头上答应着他们。对。姑娘，你跟他结婚提什么条件了吗？就是说，挣的工资要能养活我们2个人。然后我跟我爸妈都是想让他在成都这边买套房。他拿什么买？他才22岁，他也没有工作经验，那就只能他父母掏钱啊。他父母有这个打算吗？给他在成都买套房？之前说的是在就是比较偏郊区一点的地方买嘛，但是我肯定是想在市中心一点的地方买，因为我想的是离我们自己家里面也近嘛，到处上班呀或者是干啥也方便。你们家条件好吗？反正肯定比他们家好一点。所以你要娶这个姑娘，还面临着你得先在成都有套房。对。你爸妈会资助你这套房吗？会。那姑娘她现在就这个情况，她每天沉迷游戏，你还想结婚吗？现在因为这个房子的事情也是挺犹豫的，之前就是跟他爸妈商量过嘛，然后说买那个房的事儿，结果呢，他爸妈就说在郊区那边买，而且是要和他父母住在一起，但是这一点我就很不能接受。如果你们俩结婚的话，他的父母会随着你们俩的婚姻而来到成都生活是吗？对。而且姑娘，你还没毕业呢，你就考虑结婚的事儿。你毕了业，你的工作在哪儿都不知道呢。那你们2个人未来靠啥生活呀？我现在靠我父母生活费嘛，然后他现在没生活费，也是靠我父母的生活费。你父母还给他生活费啊？就是他用我的。那不就是用你父母的吗？变相就是你父母的吗？对。能说一下给多少钱吗？就是我用多少，我妈给多少。平均1个月？因为我一般买什么东西都是直接找我妈付款嘛，买的多或者是用的多的话，上万、1万、2万这样。那条件现在你们2个一起是多少钱呢？反正会比这个还要多一些。所以你的父母知道他其实是也在养着这么一个男孩儿？不算知道吧，因为我跟他说的是他现在在找工作，然后之前存的一些钱都放我这儿的。就你骗你父母？对。姑娘，你为啥这么想嫁给他？你能跟我说说理由吗？看上他什么了？可能也是跟我自己心里有一点关系吧。因为我就是感情比较洁癖，然后我就看上他，我觉得他说他也没喜欢过任何人呢，也没跟其他女生有什么沾花惹草，也没啥的，我就觉得挺好的。他说你就信啊？应该挺安全的，就是应该信，因为足不出户。不，他喜欢的太多了啊！不同的游戏，不同的角色，他喜欢的太多了。他可以在网上网恋一堆，有一堆 CP。有吗？没有。其实到现在目前没什么吧，我觉得他就是比较单纯。他每天沉迷游戏，那你能告诉我你们俩每天在屋里都干什么吗？你们俩有一块经常出去玩吗？你们俩有共同的话题吗？如果这些东西全没有，他只是玩游戏，关键是他连工作都不找，对未来也没有规划，那我不明白，除了你的精神洁癖以外，你喜欢他什么呀？他也会带着我玩游戏啊，他打游戏还挺厉害的。就还是游戏游戏是桥梁，在游戏里面他很高大，很闪光。对。那比如你俩发生矛盾了，发生争吵了，他会哄你吗？其实说的这个我也挺生气的，因为每次我们俩闹矛盾了嘛，他就跟那些男生一样的，每次就是哎，对不起，我错了嘛，乖乖，我下次再也不这样了。但是每次都还是这样。你怎么知道其他男生是怎样的？网上是这样说的。你谈过几次恋爱？我也只谈过1个，就是跟他谈的。他是你初恋，你俩彼此是初恋。对。你们俩要是都分手了，不就又可以找有前科的了？你的世界就被打开了，以前只能找没谈过的，现在可以找谈过1次的。那你来找我们干啥呢？既然都认为非他不可了，养着呀。自己努力学习，努力工作，努力挣钱，每天回来投喂他，顺便给他游戏充点值，不就行了吗？你养他一辈子。男生，我想问你一下，你平时会跟别人打交道吗？平时我除了在游戏里，基本上现实中我不怎么跟人打交道。所以你没有和人交流的能力，对吗？对。你有社恐？对，很社恐。他特别社恐。
比如说我们出去吃饭呀，或者怎么样的，我说你去帮我找那个老板打碗汤嘛，他支支吾吾那半天在那杵在老板面前，非要等到老板问他你要干什么，他才会去跟人家说。还有之前有一次，我俩不是吵架吵得特别凶嘛，然后呢我就离家出走了。那个时候我们是自己租的房子，然后我没带钥匙也没带手机，他出来找我，他想给我打电话，他不知道我没带手机，他去找陌生人借，他不敢，然后他一直在门口找，最后还是我去找的他回家。通过你对他的了解，我问你，你觉得他是社恐，还是不会不知怎么与人交流？这是2个层面。我觉得都有。他描述的那个状态吧，他就很像我家5岁多的女儿。我让他去跟那阿姨说，给我再拿点辣椒来，他在那里会别扭半天，自己又不好意思又想说。就是我女儿，我认为那是因为才5岁，她就是低能的。5岁啊，对，一听也是5岁。但是你的男朋友不是5岁啊，他如果心智只有5岁，那他毫无疑问是低能啊。一个低能的男朋友，您要干嘛？你指不上他的。你男孩，你别不爱听啊！真的，以你现在这样，你自己都不尝试跟人交流，你在房间里一窝一天的话，你告诉我你能干什么？你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规划吗，男孩？就是还是在找工作吧。你为什么不能潜心搞学问呢？对你没有想过提高一下你的学历吗？我感觉我学东西学不进去。你找工作要找什么类型的？有什么规划？做什么职位？就跟我就是被辞掉的那份工作那种类型吧。什么类型？剪视频、对，运营剪视频，对。哎，姑娘，她除了跟这个人打交道有困难之外，然后爱打游戏，也没有什么能够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能力，就是你所谓她不会哄你。你还觉得她有什么让你不满意的地方吗？她主要就是这几点吧。然后她平时跟你2个人相处也是这样吗？没有，就是她平时不是今天这个状态是吗？对，平时还是话比较多的，比较开朗的吗？差不多吧，但是一般都是我去引导他。你俩关起门来在屋里的时候，他是这样的吗？不是，很开朗。玩上游戏之后，带着你玩游戏的时候很自信，话很多，状态非常好，表述能力很强，是吗？对，姑娘，你对未来有啥打算呢？我就想的是，等我毕业了之后，先就是稳定一下嘛，找一个工作。因为我是学编导的嘛，也是想找一个类似于这样的工作，就想着带着他一起去做这种类型的。然后今儿来我们节目是想让我们帮你们解决啥问题呢？就是我就想让他去好好工作，不要再一直玩游戏了，就是沉迷。你把你们家网线掐了，他不就不玩了吗？好，那才可以去网吧呀。我再给你找台阶。听到了吧？各位老师听到了吧？诉求就是让他别打游戏了。现在确定还要结吗？不确定。男生，那你还坚定要结婚吗？我坚定要结婚。你啥时候要娶人家？就大概就是再过个2年3年吧。为什么是2年3年？就是以现在我这个状态的话，是不具备就是娶她的这个能力的。那你觉得2年3年你的标准是什么？是工作稳定，对，能存下一些钱，对，还是怎么样？工作稳定，收入什么先放一边，但只要我工作稳定，证明我有能力去赚钱，我就有能力娶你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你们2个人一起出去旅游过吗？有的。旅行的过程当中，你是全程充当妈妈的角色吗？基本上是这样吧。他经常会拖延嘛，然后呢，我就会让他去定闹钟。当时我们应该是在上海吧，要回成都嘛，然后我说你去定一个那个闹钟，马上我已经订好票了，我们准备走了。结果呢，他说他去厕所，他根本没去厕所，他在那个厕所门口那儿蹲着打游戏，然后就延误了嘛，延误了，我说那我订下一班。结果他跟我说他这次真的肚子痛要去上厕所，结果还在打游戏，又延误了一次。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就是游戏瘾这么大的男生。之前有一次特别过分，他在那打游戏嘛，打着打着，我有特别急的事儿找他嘛，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，结果转手我第一个电话还能打通嘛，还能响铃，第二个打不通了，
给我显示他关机了，后来才知道他在打游戏，他把我给拉黑了。拉黑原因是什么？耽误你打游戏了？对，以前我觉得打游戏有人就是打扰我的话，我会觉得很烦。如果没有他，你觉得你能生存下去吗？你的未来，你能生存下去吗？现在就想，直接回答。你靠啥生存啊？打游戏呗。那你为什么现在就不赚这个钱呢？因为我觉得我只是喜欢玩，我没必要去就是享受游乐的过程，游戏的过程。那他现在你没有这个女朋友了，你怎么生活呀？就回自己家呗，然后再找工作呗。就是要么啃女友，要么啃爹妈。你们家除了你还有别的孩子吗？我有一个妹妹。啊，你爸爸有没有感觉我大号养废了，练小号，好好养妹妹就算了？我跟我爸妈他们交流都比较少。你爸妈对你失望吗？感觉挺失望的。要不然你也不会说你们之间关系不好，对不对？差不多吧。是不是觉得他们更疼妹妹？没有，就是单纯的感觉我跟他们怎么说呢，就是有代沟吧。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有代沟的？初中吧，差不多。那你和他们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在你的游戏方面吧？以前的话不是，以前的话是小时候做作业吧，主要是字写丑了，他们就会一直训我。那你找了一个这么好的女朋友，你的爸妈应该对你的人生觉得稍微满意一点了吧？因为她家境不错，知书达理，现在还在努力的提升自己。对，所以说他们也在催着我找工作。催着你找工作，有说让你们俩结婚了吧？没怎么提到过吧。那女孩想结婚，你们家能够提供郊区的一套房产？郊区的一套房。对，就是郊区的那套房之外，就不能够再给什么能够称得上你们这桩婚姻的了。差不多吧。是郊区的一套房产，带着父母一块来住。刚才是这么说的。对，我们各位老师给点意见吧。来，文老师。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女孩，就是你要有一种能翻篇的心态，就是你遇到一个人，比如说你那段时间你需要一场恋爱，但你并不要去定死说我就要因为我要谈这段恋爱，然后用我的一生去填补我当时做的一个选择。你有一种自我惩罚的情节，你知道吗？他能够冠冕堂皇的住到你家去，说是你让我去的，吃你的，喝你的，穿你的，住你的。他在你的这种所谓的庇佑之下，他也没有找到他人生的价值，他人生的可能性。这种男孩子一旦有了退路，永远他都会把你当成他的提款机的。他属于软饭硬吃，而且你把他圈养在那里是为了显示你的什么？女孩告诉你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谈恋爱，一定是让你对这个人非常心动，心理性心动，生理性心动，才可以跟这个人谈恋爱，同时他对你同等的心动，心动是可以感觉到、感受到的。你们两个之间从上场到现在，你们俩看对方的眼里没有光，没有心动。你读了这么多年书，你父母培养你是为了让你到别人家去打游戏的，他爸妈培养他上学以后找工作再结婚，也是希望他在一条正常的道路上去走。你现在一上来人家说结婚，你说好啊结婚，那你就破罐子破摔，我现在只有这些东西，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表现。你现在1分钱都赚不到，你居然上来可以答应说我要跟他结婚，我2年之后要跟他结婚，我不知道你拿什么东西说出这个话来，有什么底气？你养活你自己都养不活，你还跑到别人家里去丢人现眼，你把你父母的脸都丢光了。你要做的现在就是赶紧的跟这个男孩分手，所以你俩不要互相伤害，你俩不合适，拜拜散。恋爱是自由的，不可能第一次谈恋爱就找一个适配终身的伴侣。我说这个话你们认可吗？只是我有权利选择我交往的男友或者是交往的女友，是我心目当中一些标准。比方你说似的，我觉得他也没谈过，他没喜欢别人，这是你的一个标准，没有错。真正让我觉得很震惊的，你们俩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，工作经验都没有，对这个社会，对于生活，对于家庭没有任何认知的情况下，你们俩居然要组建一个家庭。甚至男孩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跟人去交流，那社恐人多了，你怎么活呀？你才22岁，你就已经做到我不管别人了，我自己这样挺好了。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管你吃管你喝，想象过吗？你没有收入，你连养活你自己都有问题。玩游戏可以啊，我也爱玩游戏，但是我的立场是，我是因为工作闲暇之余，我拿它来放松。但是我身边我也认识那些朋友，人家专门做代练的呀，以游戏为生的，
人挣很多，你没有想过呀？我刚才问你，你靠这个赚钱吗？你又不说我就是单纯的喜欢，那就是在你的世界当中，你就是享乐呀。你没有考虑过凭自己的能力去挣钱，去找工作，你只顾着玩游戏。但是游戏恰恰是你最强的能力，连你的女朋友都认可你的能力，你居然不用它来赚钱，而只是享乐，这个是我觉得很费解的。你现在再说回你知道有多少30、40岁还是打光棍的吗？没谈过恋爱的吗？你觉得那种人干净吗？他们被生活压弯了腰。同样这个例子送给男孩啊，那人家都知道我要为了生活，我以后得娶媳妇儿，我得买房，我努力的工作去赚钱。那你在想什么？你22岁，你不去努力赚钱，为自己以后打底子，尝试着让自己走出来，跟别人去有效沟通交流，你是对你自己的不负责任，你也是对他的不负责任。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先不要结婚，两个人先都各自找工作，感受一下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，跟不同阶层、不同年龄的人都沟通沟通，自己先长见识，再决定自己的未来。我对你们俩没有任何想说的，我接下来这段话对女孩的父母说吧，我希望你回去能让你爸妈看看这期节目，就听一听你们两个人在台上的表达，以及你们两个人整个的故事，让你爸妈听一听啊。我不知道你的父母怎么想的，你们不觉得你们在害女儿吗？女儿22岁，你们没有教会她什么是真正的爱，没有告诉她被爱和爱人到底应该怎么做，却教会了她好吃懒做。而且她作为一个女孩子，就算如今的社会再开放，也不能堂而皇之的把男朋友带回爸妈的家同居吧。她没有这个认知，难道当父母的没有这个认知吗？这女儿得多廉价，廉价到得养着这个男人，还得供人家吃，供人家穿，还得求着人家在成都买套房。就是姑娘是嫁不出去了，还是有什么身体上的问题，只能嫁这样的一个男人。更何况这个男人没有丝毫的工作能力，除了会打游戏什么都不会，连句话都说不完整。所以我真的是拜托新月的爸妈，咱好好的这个时候引起重视。不管怎么着，姑娘还有救，现在还没毕业，规划好人生的未来很重要。当他们两个人还都没断奶的时候，谈什么爱情呀？你俩之间有什么爱情啊？每天除了游戏。行，我就说这么多吧，谢谢。刚刚在想，我一定要劝你们俩分手吗？我觉得倒可不必，你们应该在一起，你们应该就在你们目前那几平米的小房子里，两个人接着同居和生孩子。因为只有这个样子，就两个做不出其他的社会贡献的人完成了生育，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。如果你们肯多生，有一代人也许他们的存在意义就是承上启下吧。比如说像你们俩，没有任何的建树，没有任何的能力，唯一能做的就是传播一下血脉，所以这是一条路啊。男孩可以无痛娶妻，不用花彩礼钱，不用买房子；女孩可以无痛有了一个上门女婿，我直接把男孩带回了家，爸妈你看我们又健康又稳定，然后你们的爸妈每个月给着你们生活费，再帮着你们养着孩子，你们其乐融融不完活了吗？这就是我对你们的叮嘱了，其他没有了。他们一个是敢烂，一个敢养。我就一直在想这底气逻辑在哪儿，我突然悟了，原来你们俩都是在游戏。男生沉迷的是网络游戏，女生沉迷的是爱情游戏，并且两个人都乐此不疲。底气就来自于男生有人在供养你，经济供养你，让你吸血，所以你说好，我是安全的，我尽情的玩。女生是有你的父母在帮衬你，给你每个月上万块的生活费，给你营造了一个假象，随便游戏吧。
因为我相信你的父母会看到，说他们俩怎么可能未来生子呢？就是一时的游戏罢了，女儿你玩去吧，反正你又不受损，因为你在学习呢。说他社恐吗？我觉得未必。真正社恐能来到这儿吗？这个舞台是一般人敢来的吗？他来了，他完全有大把的机会可以认识这个现实，并且投入到现实的社会当中去生存。你剥夺了他生存的权利，好自私啊，女生！如果说这场游戏该醒了，我觉得那个启动者应该是你。你不要给自己编织一个爱情游戏了。游戏人生的人必将被人生所戏弄。所以小伙子，你没有你说的那么弱，你只是心智发展的很不成熟。你现在想的什么？你告诉我。现在就在想，还是因为游戏毁了就是我的青春吧，就是该工作的时候不去工作。没有，我觉得是他毁了你，你们这段关系毁了你。因为这段关系让你摆烂了，那是一个金主妈妈，但是我告诉你是带引号的，因为她不是你的亲娘。一旦她有了自己的事业，并且接触到更多的人，她会觉得哇，你就是一个宠物，一脚给你踢开。听懂没有？你俩有点懵，可能哈，坐那儿休息一会儿，然后想一想老师们刚才说的话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请两组嘉宾交换位置，谢谢。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，王先生60岁，来自河南退休，严女士58岁，来自河南，家庭主妇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？你是怎样看待孩子问题的？两个孩子现在过成这样，都是他的错，都是他溺爱造成的。两个孩子现在过成这样，难道都是我的错吗？他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了吗？你觉得你们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他现在就是太懒了，每天不好好做饭，糊弄完就去打牌。我怀疑他外面有别的女人，对我百般挑剔，我和他实在是过不下去了。这女士最后说她怀疑男人外面有人了，这咋的？还是有啥实锤呀？他开始对我可好，现在老了，他对我百般挑剔，他说我这不行那不行，我就怀疑他外边有人。哦，您二位结婚多久？对，结婚多久了？结婚快38年了。孩子多大呀？孩子30多点。结婚了吗？结婚了，也成家了哈。有了下一代了吗？有了。那这不是正是你们开始我就是为了孩子们小，我忍气吞声给他过。现在孩子们都大了，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，我不想给他过了。这38年受了多少委屈啊！来，这忍受不了了。他天天他上班不在家，我在家养活老的，养活小的。现在他退休了，成天找我的事儿。他以前是经常上班不在家，是意思两地分居吗？他1月有的2个月回去一次，2个月回来一次，就这样，一共多少年？从结婚都是这。那每次回来待多长时间呢？1、2天？啊，1、2天都走了。相当于异地夫妻38年，没有怎么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和精力，对吧？对的。现在退休了，就彻底回归家庭了哈。回来了以后，他就百般挑剔。他说我做了饭，这不好吃了，那不好吃了，做的甜了咸了。他说他喜欢吃青菜，我给他弄青菜，他又说没有肉。那不好吃就是不好吃。对我也反正很冷淡。我就怀疑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，我都说，我说我忍气吞声在家这么多年，我都没有怨言。你回来以后，你这么找事情，说我去打牌了，我去弄啥了，说我还是溺爱孩子了，说我这那个，反正说百般都说我不好。怎么溺爱孩子了？这孩子不都这么大了吗？都成家了。他说我溺爱孩子，他说我把孩子惯的不懂得礼貌，不懂得啥，我不说孩子了。他成天把孩子惯得真是不像样子。我给孩子找到了一个工作，干着没有多少天辞职了，我都不知道。人家很轻松的说不干了，我说为什么不干呢？他说那这工作不好，
哎呀，我好生气！我问他知道不知道，他说他知道。我说你这样管孩子能行吗？不是，那是你儿子不干了，跟你老婆有啥关系呀？不是，他说是我冲的，他不干，我不说他，他都那么大了，我说他听吗？不是，孩子听他妈的呀。您的意思是您爱人没阻拦他辞职，是这意思吗？就是呀，他说他你儿子都工作了还听妈的，那你儿子不就是个妈宝男吗？他教惯儿子教惯的太狠了。那你怎么不说您这些年对家庭的缺失呢？因为我是工作需要，我离不开呀。您怎么不早着急呢？孩子都30多了，你才想起来着急呀？不是啊，早着急是因为我说实话，由于工作需要，我不可能每天都回来。但是呢，孩子交给他的时候，谁知道是个这个样子？孩子现在有工作吗？现在去开滴滴嘛，就开滴滴不还出很多事儿。他说听他妈的，他妈结果的是这个样子，我很生气这一点事。我也很生气，30多年怎么就把责任全推在人家那一个人身上了？30多年人家一个人在家管小的又管老的，你们家老人谁在管呀？是他管着，我们家老人。对呀，那怎么所有错都怪在这女人头上了？人家招谁惹谁了？不是，我不是在家的时间短嘛，他在家的时间长。你在家时间短成理由啦。那他很溺爱孩子，溺爱孩子教惯的不懂事啊！哎呦，我真的是听不下去了。来，我问问您，在家里面是不是管完小的还得管老的？是的，双方的父母都得您照顾吧？对的。现在跟那个公公婆婆的关系好吗？好，我公公去年去世了，我公公活了100岁。哎呦哟，都是您在照顾是吗？对的，都是我天天给他做饭、洗衣服，天天晚上给我公公洗脚。那您婆婆呢？我婆婆，我没结婚的时候，我婆婆都去世了。哦，所以一直是您在照顾公公。对的。伺候到送公公走，送公公离开，对吧？他天天不在家也不说，他最啥事情他也不跟我商量。我们那里不是拆迁吗？拆迁报了点钱，他说借给他同事，他说同事说需要，我们家就存了9万块钱，他一下给伢了，现在钱也打水漂了，也要不回来。你说我生气不生气？他都没有跟我商量。他在外地上班，您操持家务，那这个钱为什么不在持家人手里？为什么在外地工作的人手里呢？那不是他是家里人嘛，不得跟他商量嘛？他回来他说他同事需要钱，借给人家吧，咋吧？就把钱拿走了。他说了，你还给咱利息，又不是不给利息。我说我不同意，他不吭着走，可钱现在这钱要不回来吗？不是借的吗？没有要回来。为啥要不回来？因为当时说的是，人家说给我说的是高利息，不是想多挣一点钱嘛，因此报了那几万块钱，我也要给人家的。结果呢，有3个多月以后，同事他说给我介绍了，人也没了，钱也没了。现在这事已经过去，他还是提，老是提。是啊，钱没了，我当然得提呀。我生气啊，我就那么多钱，生气是啥？也不是我故意的呀，我不是想为了家庭增加一点收入嘛？你还提，每次都提。那大哥，我说一事儿啊，那这个事儿是吧？你说大姐老提这事儿，你也觉得来气，冤得慌是吧？那孩子已经辞职了，都已经开上滴滴了，你为什么还老提这个事儿呢？您给孩子做过什么重大决策吗？不就是孩子成年以后找工作托人，您那个激动的状态托人给找了工作，费了多大劲，然后孩子还没，你不就这一件事儿吗？但是这个事儿你埋怨人家老提，那你怎么还老提孩子辞工作这事儿呢？孩子工作是他听他妈的话，不可能都辞职了。什么事他都您现在抱怨这些有啥用？孩子交给你活都活不了。你老婆已经把孩子拉扯大了，孩子就这样了，咱不抱怨他了。那不是呀，找个工作不容易呀。我说实话，托关系给他找。你老是惦记着你的不容易，你不就托了那一点关系吗？我容易吗？你是365天天天托关系吗？你老婆是365天天天带孩子，天天带孩子才不容易，托关系容易。托关系不就是让你落下那一会儿的脸吗？不就是让你说几句好话吗？不就是说说自己儿子的不是吗？但是他一天到晚从洗尿布，从交作业，从洗澡到照顾老人，到1日3餐，重复着这些家务劳动，你有重复着干过吗？别再老说他了，你外头没女人，没女人喜欢你这样的人，你不疼人啊！带孩子要带个结果呀，对不对？人家专门带着孩子就是很听话。结果就是孩子是活的，我没给你带出死孩子。我非得说你给了我一个带孩子这个任务，我必须得给孩子培养成科学家呀。那倒不是。我能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子，你也没参与，我的经历就这样。孩子很多时候是在学校里接受的教育，我的能力有限，我没有办法给孩子进行知识的补充，怎么了？
那他太任性了，找个工作容易吗？他说辞都辞了。你孩子任性的程度跟您一样，您现在也是死活磕这个事儿，你孩子不也就是任性的按自己想法活吗？不跟爹一样吗？我最后再确认一件事啊，就是女士从头到尾在提的，说她一直觉得这个男人在外面有女人了。你有其他的证据吗？有，来说证据。他手机天天设个密码不让我知道。我说你两口人有什么那话，有什么秘密？他说我有我的隐私。可是有一次他手机他拨密码我看到了，我给他手机打开了，他为一个人充了100块钱的话费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给谁充话费？他给他朋友。我说你什么朋友？他不说。他说了，我给充话费呢，给钱给我了。我说给你了，哪是给你了？我说你让我看看。他不让我看。哎，谁知道我那一天无意中又看到了，是他把他充了100块钱话费，他又给人家给这100块钱又给他，骗我呢。那个是个女性朋友是吗？我想的是女性。你确认了吗？是不是男的女的？女的，我确认是女的。你确认是女的？这充话费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人家说当时人家说没钱，给我打电话说了。充了，我是给人家充了，他还拿着这个还是到处乱说。现在这女的是谁呀？对，说清楚。这女的是谁？我同事。同事？为什么让你充话费？他没钱。他说当时是啥情况吧？当时说了他没钱，然后他突然停机了，都100块钱都没有。没有，我让我他没有老公。等会儿，同事嘛，那重点不对，听我说，这个停机了。是停机了吗？不是，没话费了。那刚才说没话费了，他怎么通知的您啊？他是别的电话。他既然有另外一个电话可以打电话，为什么要打电话给你？那个电话又是谁的？他为什么不能跟那个人去帮充下话费？他说人家说的是在外地，然后说我给他充点话费，这我也能理解呀。我们是同事关系，你说充个话费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不正常，同事。等会儿，同事为什么找你？你们单位只有你们俩人吗？他解释不通的，你能解释的就是我们是同事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二个问题，大姐刚才说了，她发现那100块钱还给你的是你给到了对方，对方再又给到你，那是他自己想的，他自己想的。大姐，这是真的，我看到他手机转账证明，转给那边100，那边就转给他，对的。来解释。这个，哎呀，那是，这我不解释了，这个我没法解释。你承认吗？他既然这样说，那个不是。好，充话费是一件事儿啊。来，还有别的事儿吗？还有一次，我们出去玩，我叫他去，他不去。哎，谁知道我去玩，我去逛超市了，他也去逛超市，他陪着另外一个人去逛超市。女的。您看见了？我看见了，问他他都不承认。没有，你当场你看见你不上去叫他去啊？没有，我给他留了面子。我不是总想到孩子都那么大了，我不是放不开面子吗？我就光生气。那你就跟着他，还是他跟那个女的在一起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？逛超市呢？也没有什么装，就跟着他，他还是买东西，他给他付钱，就这么当时人家没带钱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我去，哎，那个人一个人没有带钱去超市。我们朋友啊，我们同事。你朋友没有带钱去超市，都是同事啊，都是同事。哎呦，你的同事都不带钱，你的同事可真巧啊！你是你们同事的提款机是吗？不是，就这一次嘛，他还看到了，你看看。不，前面还有充话费的事儿呢呀。这是一个女的吗？不是一个女的，2个女的。对呀，那你女性人缘这么好啊？你买东西了吗？没有。你陪一个女同事、女朋友、女性朋友去超市，你不买，你的目的就是陪她。那你看认识人家说没带钱，那我也不能说了，丢面子吧，是不是啊？哪年的事儿？有2年了。2年拿现金支付啊？不是，就是那个微信的。微信人家说没带钱，对，不是哎。人说没带钱，他微信里头没有钱，没有钱。我微信钱包里没有钱，这就是帮个忙，还拿着，这事还当真的了。你看看，大哥真是买这东西。大姐继续说，就是这我不想跟他过了。我支持你，不过今儿来就是以前是孩子们小，总想着
不行，要面子，对吧？可不，现在孩子都大了，都成家立业了，对，我就不跟他过，我坚持我的立场。您是没有工作的是吧？我没有工作，没有工作我也会养活我自己。有志气，怎么养活自己？我都得干点副业嘛。我这会儿又不是太老，我才58岁。那现在就是您家的这么多年30多年的这个共同财产在您这儿呢，还是在他那儿呢？在他那儿也有，我那儿也有。哦。就是我说实话，我的工资没有给他，你的工资没有给大姐？对，你的工资为啥不给大姐呢？为什么？他需要的时候，他需要多少钱我给他，但是说不是每月发下来都给他了，就财政大权在您手上是吧？那肯定了，因为我挣的钱，我的工资，他需要的时候我都给他。哎呦，这婚必须得离，不过了，今儿就是来离的，对吧？离婚不过，坚决不给他过，有点骨气啊，说话算数啊。大哥是离是不离啊？离啥呀离？人家对我说实话吧，人家对我真好。我跟你说，离我是不愿意。人家不跟你过了，人家现在是不跟你过了。你没有选择权，人家现在不要你了。大姐说的话，大哥不信啊！你离不开我，你觉得离不开你？对，我非跟他离。我这次我坚决跟他离，我不会跟他过。你们再唱我都没有。我不劝，我没劝的，我没劝的，我不会跟他过的。我真的跟着他过，太生气了。哎，真的，我也气。那您在生活当中跟他离不就完了吗？到这儿来干嘛？他不是他非得要来说嘛？哦，是大哥要来。对，我是来说，你看。咱就是说，人们不是听说这个电视台这能说这事，我就是来这说清楚。您是想让我们帮着把你媳妇往回劝劝是吧？就是是。不是大哥是这么说的，就是你看电视台，咱们肯定是眼睛那个不揉沙子的，就帮我们判判这事儿，对不对？对，是不是大姐冤枉您了？对，来求助。那您那2件事您可没解释通，真没解释通。就是刚才的事，这是很他再解释我也不跟他过，我就不听他解释。我不原谅他。他现在一直觉得是正常，我坚决不原谅他。付个钱这不是很正常？人家过了都给我了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通过话费不也是吗？逆向思维，大哥觉得没有问题是吧？曲总，逆向思维问一嘴，大哥，想一想，除了孩子的教育，你对大姐有什么不满意？还有什么不满意？做饭不好吃。你说到做饭这一点，我真是来这里真得说说了。人家做了饭的时候，哎呀。人家起来都走了，说你吃吧。我说了，那不好吃，不好吃你不吃，人家该走去打牌了。现在是啥吧？我也退休了，也回来，我们能陪我多说说话，是不是？吃饭的在单位吧，一个人吃饭，现在回来了，一个人吃饭，我感觉到不是那么回事。应该2个人。人家说那你该吃吧。我说了，那你不陪着我，他说那你吃我不陪了，就这样。寻求陪伴是吧？对。还有吗？除了这个吃饭这个事儿，打牌这事儿，还有吗？不满意的地方？有时候吧，你看，哎呀，荤素搭配，这个该吃荤的荤的，该吃素的素。人家一顿饭，这你吃3次4次。您等会儿，这38年是在单位吃食堂吗？是，所以荤素搭配非常讲究，是每天都变样，想吃什么吃什么。是。大哥，那不是食堂吗？那回来了不是？你也得做的差不多呀，是不是？这38年，您等会儿啊，您父亲这老人是没了吧？没了。您问问孩子，那可能人家一家几口。母亲2孩子加上老人，这38年都是这么吃饭过来的。您想过这问题吗？为什么非得您退休回来就要改变人家的生活呢？您为什么不尝试融入这个家庭呢？前几年也是吃的，我感觉到做了也可以啊。就最近真是做了不行了，一顿饭就是，比方说炸个油条吧，得吃3、4天。那你自己做呀。你为啥不回来伺候人家？人家累了一辈子，伺候完老的，伺候小的，38年了，你回来给做顿饭怎么了？我不是不会吗？哎呦，真的理直气壮啊！那如果大姐今天可说了啊，就是要跟你离了，今后没有人再给你做饭了，你怎么办？哎呀，他离不开我，是这个心态。你想清楚没有？是呀，我给他经济收入呀。您真是没救，要钱我也不要，我反正不会再给他过一天的。大姐，这个打牌的频次是怎么样的？我没有什么爱好，就爱好这一口，就好打个牌，一周有打2、3次。一次打多久？一打2、3个小时。我也不耽误送我的孩子，什么都不耽误孙子孙女上学呀，还管着孙子孙女呢。所以先生，您较的是哪门子劲？别劝了，正好不过了。劝了，别过了，正好不过了嘛，对吧？不过了也不用那个啥，你爱吃啥吃啥，您找那个给您荤素搭配的那个人，那个给您做饭的人去，好吧？这特别简单。来，各位老师们记住了啊，
千万不要让他们2个人在一起啊！谢谢。首先我说一下我的态度，我觉得您现在应该跟他离婚。我觉得这个大叔您并不是一个不通人事的人，你上班担任绿化师干了43年啊，这个基本的情商和待人接物的方式，我觉得您应该是有的吧，这个态度，不然在外面也干不了那么久吧，对吧？我觉得你可能把你的情商都用在了除了你的老婆以外的人身上。你要想，你是你们家唯一一个外人，现在你们家双亲是你老婆伺候的，你们家的孩子是你老婆带大的，你天天挑他的不是，所有人的情感都站在他这一边。他这几十年里面都没有你，你突然回来，你对他来说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。你要有一个退休的节奏，你不再是以前那个在你们家能够耀武扬威、说一不二的人了，因为他现在不买你的账了，他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，你甚至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平等的一个人来看，都不说是你的老婆了。他没有这个责任和义务，天天给你做饭，管你的余生，在你对他这么不好的情况下，压迫他太久了，你甚至还让他看到你跟别的女人在外面逛超市，你活该人家这么怀疑你啊！你自己做的事儿你都不认，人家做错那么一丁点的小事儿，哇，你错的全是大事儿，全是原则问题，你把家里的钱全部都被人坑没了，他也依然跟你过，你自己不去教育你的孩子，不去管教你的孩子，你全部推在你老婆身上，按照你的标准来要求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人都要按照你的方式、你的标准去活着吗？命运是平等的，生命是公平的，尊重是相互的。如果说我这一顿说不行你的话，那么你接下来马上就要失去你的老婆。我建议你还是听进去我的意见，好好的跟人道歉。这大哥，我是有一种感觉啊，不否定您这么多年在外地上班，咱不否定他，也辛苦，抛家舍业的，为了工作，为了事业。但是咱不是干了一辈子，临了退休回家当土皇帝来的。就说刚才吃饭，人家天天吃这个，怎么到你这儿就架子那么大呢？啊，荤素搭配，我吃食堂的，我就没吃过这个，您也回来吃啊？您不回来吗？您喊什么？有什么可喊的呀？再有一个孩子教育，你是拿你儿子没辙了才拿他撒气呢吧？你儿子30多了，他是个独立的个体，儿子不行，你当父亲的不得是男人之间平等对话？你为什么要辞职啊？我付出这么多给你找这工作啊，我觉得这个不好或者怎么着，那你觉得你能干什么？咱们父子这么多年没有沟通过，你能告诉我你想干一个什么？你有这么跟那孩子聊过吗？还有一个，孩子拿你当父亲了吗？你老觉得你很有权威，你觉得你占理，但是真的在这个家里你占理吗？你不占理。家里边最累的活都是妈妈带着一块干下来的，是妈妈把我们养大的，爸爸除了回来指手画脚不会干别的。您有什么可硬气的？您明显给我的感觉就是您是城里人，他们是农村人。女同事需要帮助，我义无反顾的站出来帮他们，这叫同事关系。潜台词就是我们在城里上班的时候，我们的社交就是这样的，你不懂。你一个农村妇女，你不懂，你给我的感觉你就是在说这个，而且是非常理直气壮、非常硬气的告诉你媳妇儿，你什么都不懂，你没有文化，然后你在家连孩子都教育不明白。如果我在家，我绝对教育的好好的，当然我也不在，我没有不尊敬您啊，我只是说这意思，我就拿他的理论去说服您指着一农村妇女能教育，然后你把孩子的所有你觉得不满的地方归结于您爱人。你就给教成这样，他没文化，他除了给你爸洗脚，把2个孩子养大，天天给他们做饭，他不会别的。你是不是有点太苛求您爱人了？那我不是上班的回不了家吗？你看你看，这又回到说我上班回不了家了。那你选择过辞职换工作吗？为了孩子把我的那个林业局的工作辞掉，我在这边随便镇上找一个小工作呀，或者什么我自己或者开一小买卖，没有吧？那您现在告诉我，这不回不了家有工作？站得住脚吗？有理吗？没理吧。所以60岁、58岁，您考虑好，没什么顾忌了。孩子都这么大了，甭管是开滴滴也好，怎么四肢健全，能独立工作，有自己的生活，我觉得已经很好了。能过就过，过不了拉倒。我说完。婚姻里
从来都不是以收入论英雄的地方。您别以为您挣了2个那个臭子儿，能往家里面给点生活费，养活得了老婆和孩子，在这个家里面就成了大英雄。您什么都不是。你在这个家里面算什么？算丈夫是吧？好，您尽到丈夫的责任了吗？你老婆生病的时候你在吗？你老婆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吗？你老婆坐月子的时候你伺候月子了吗？所以你这个丈夫干啥了？再说当爸爸啊，孩子从小到大，你别再给我扯上班了。你上班怎么着有功啊？男人不应该上班啊。孩子出生你换过尿布吗？孩子生病你送过医院吗？孩子长到这么大，你给孩子做过1顿饭吗？送过他们去上学吗？接过他们放学吗？辅导过学习吗？见过孩子老师吗？开过家长会吗？你怎么当爸爸的？来，接着说您儿子啊，您也是当儿子的啊。你老爸，你给他洗过脚吗？你给你老爸做过饭吗？你老爸生病，你有带你老爸去过医院吗？是谁伺候床前的？所以这个家里面您还能待得下去吗？要我都没脸在这家待，我连这家我都不好意思进，我还指责人家做饭不好吃，还挑剔人家去打麻将，还耀武扬威的说，哼，我的公司都没交给他，我都自己藏着呢。需要了给他嘛。他这么多年辛辛苦苦一个人带2个孩子伺候老父亲，都不配去支配你的工资，这真的让一个女人寒了心啊！所以，大姐，你必须离婚，你要让他老无所依、老无所靠。你看他后半辈子生了病，谁管他？就这样。今天我看到，我是觉得肃然起敬，对您我没有任何一句要说的。您现在无论有什么自己的小爱好，都是应该的。您努力了这么一生，您照顾了他的老人，拉扯大了孩子，对，您此刻有什么爱好，都应该按着自己的爱好去发展。这大哥你就走运在有这样的一个老婆，因此你后半辈子不会无依无靠。因为他教育出来的儿子，也许不是那种人中龙凤，但是会言传身教，知道我的妈妈是怎么给我的爷爷洗着脚一路照顾大的，所以孝这个字儿是刻在儿子们的心里的。就算你的儿子们此刻躲着你，也是因为您太烦了，但是等到您有需要的那一天，您的那些不争气的儿子们，我打引号的哦，不争气的儿子们一定会围在你身边照顾你。也许到那个时候，你才能够意识到你老婆是一个多了不起的女人，她给这个家传承了一个多了不起的家风。姐姐现在的忍不了，我也非常非常理解。原来这个男人因为缺席，所以他那么多的讨厌，我们有的时候都可以忽略，因为他也没有回来添事儿，对吧？但是从现在你天天在家，你还找事儿。您要知道，您在舞台上只待了这么一会儿，我们只对话几句，你都能把我们逼疯。您的妻子每天听到你说这些话，怎么能够活下来的？你每天除了叨叨叨的输出对他人的谴责、指责，就是对自己的开脱。谁在你身边能开心啊？我刚刚不说了吗？没女人要您，无论你给别人充多少话费，没谁收留您的。然后对于您来讲，我觉得这个婚姻能继续下去的唯一方法是您再找份工作去，一定要工作，您还可以再找一个单位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发光发热，继续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创造价值，也可以贴补点家用，也可以还姐姐自由。您就别在他们身边折磨他们了，在您年富力强可以欺辱身边妇孺的时候，您就自己过。等您确实卧床不起的时候，您再跟咱姐姐也好，跟咱儿子们也好发个求助，他们再来照顾您。不然以您现在的一个状态，谁在您身边待谁折寿。先生退休前是个小领导吗？设计师是，对吧？嗯。一下退休之后家里无所事事了。退休不是我想象的这样，落差很大。家里不是想象那样。对。你知道为什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吗？因为你离这个家太远了。
因为你没有跟他们一起过过日子。你之前的生活其实是一种单身状态。你以为你能通过钱抓住这个家里的命脉，你以为能够通过钱去获得别人的对你的好感，但实则上你的妻子不看重钱，这么多年她只重情重义，你想甩锅，后果只有一个，砸了你现在的饭碗。听懂没有？就是你嫌弃他做饭不好吃，我告诉你，你可能吃不上他做的饭了。当你知道自己连饭都成问题，亲情都可能离你而去的时候，你心虚了，你抓不住这个女人的心了。你以为曾经30多年的你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，现在完全变了，不是的，你得养别人的鼻息来过活了，这是现实，你要认清现实。大姐刚才几位老师说的都非常好了，我只告诉你，你什么都做得非常好，但只有一样你做的不够，就是过去这上半生啊，你是为了孩子为了老人而活，但是有人却不懂得感恩怎么办？那接下来你要为自己而活，不犹豫，就这样。接下来我们请两组嘉宾回到门后，考虑一下你们接下来的选择。在揭晓我们今天第一组嘉宾的结果之前，同时呢，你也可以登录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。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我感觉他俩会出来。好，哦吼，没了。好，我估计是不太好意思。对。但不管怎么着，希望今天有一些话能点醒他们。那接下来就要揭晓我们今天第2组的嘉宾了，他们的结果是怎样的？还真的挺期待的。好了，我们一起来开门看结果。3、2、1，请开门。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我还是希望爷爷能出来，不然我觉得他好可怜啊！我觉得爷爷有点可怜。他不可怜，我想想他以后被抛弃了以后的生活，他不会被抛弃，我就觉得他好可怜。他的孩子会管他的。最可气的是，他到现在连一句感谢的话都不说，对，并且这么多年的工资都没有如数交到老婆手上。没关系，这要真分的话，他一半也得给我们。这太过分了，夫妻共有财产。好了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